東亞病夫已經成為世界病夫。鍾祖康最近又看了幾宗驚心動魄的中國大陸新聞。第一宗，新華網報道，中國大陸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已經達到1億3千萬人，30%至50%的病人透過母嬰傳播而感染。廣東感染率高達 17.8%， 全國的平均感染率是 9.75%， 每6個人中就約有1人攜帶病毒。第二宗，英文中國日報網站報道，中國衛生部營養專家說，營養及健康問題至今在中國人民当中縈繞不去。不合理的飲食、營養的缺失，比如碘、鐵及維他命，已經成為全國存在的問題。此外，大量民众的健康在水平以下，由于缺乏营養，偏遠地区的慢性疾病正在急速增加，目前接近7億2千萬人住在缺碘的偏遠地區。另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營養不良令中國每年經濟損失高達30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 3% 至 4%。 第三宗，新華網報道，中國國家環保總局承認中國污染形勢十分嚴峻，全國共出動執法人員131萬人次。環保總局副局長汪繼榮承認，污染反彈屢禁不止，環境執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據陝西、河南、四川等12個省的不完全統計，去年這些省發生的環境執法受阻事件已經達到4400餘起，其中暴力抗法事件就有120多起。環境執法面臨尷尬的主要原因是，環境執法者要依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的破壞環境罪，20年來至今還沒有司法解釋。第四宗，香港文匯報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今日發布的2004年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稱，去年中國總用水量達5500億立方米，較上年增長 3.4%， 全國79個城市缺水，超過2300萬人口、1300万牲畜發生臨時性飲水困難。第五宗，中國新聞社報道，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王顯正稱，中國的煤炭產量約占全球的 35%， 事故死亡人數則占全球約8000名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中的80%，死亡率是美國的100倍、南非的30倍、印度的10倍。第六宗，新华网報道，中國科学院公布中國科普现狀調查，帶來不少震撼人心的數字。在中國，2人中有1人迷信求籤，4人中有1人迷信星座，5人中有1人迷信周公解夢。然而50個中國人中只有1個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第七宗，人民網報道，近年來我國一些地區非法鑑定嬰兒性別的違法行為屢禁不止，導致出生人口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方鑫等表示，我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例達到 116.9 比100，有的省高達130比100，而正常值僅為102到107比100，在個別嚴重的地方，男女性別比例甚至到了150比100。第八宗，上海文匯報報道，據商務部一份調查報告，外逃官員數量大約為4000人，帶走資金約500億美元。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張霄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現行金融監管體系中的漏洞是導致屢屢出現貪官成功攜帶大筆資金外逃的重要原因。東亞病夫提升為世界病夫。以上的報道絕不是國外反華勢力的惡毒造謠，而是全都由中共官員或黨控機關研究所并經新華網、人民網、香港文匯報、中國新聞社、上海文匯報、英文中國日報網站等黨傳媒喉舌發布的中國國情。按常理，官方數字大多趨向於保守，以淡化事件為首務，所以實際情況可能比上述情況嚴重得多。但單從以上情況看來，中國不但極其腐化、骯髒，中國人甚至可能已經衝出亞洲，不再是東亞病夫，而是世界病夫了。然而，類似以上不可思議的中國真人真事其實多的是，我也只是略舉一二。以上任何一件事，若發生在世界上稍微文明的地帶，或會引發民眾以選舉更換政府，或觸發革命，或會有人廢寢忘食以求解困良方，
或會有人以斷指、剖腹、自焚等激勵民心。孟子若在世，除非已經被關在北京第一監獄，否則也早已鼓吹討伐殘暴的君主，撫慰受苦的百姓，就像久旱逢甘霖般及時，老百姓非常高興了。但面對中國千瘡百孔的現狀，中國人的反應是怎樣的呢？還有點良心的會說有心無力，絕大多數會是无動於衷，甚或對情況也不清不楚。總之是繼續潔身自愛，莫談國事，繼續熱烈參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市場經濟，繼續燈紅酒綠卡拉 OK， 繼續相信中國的問題都是由天災西洋人或東洋人所造成，繼續等待每一個獲准官方批准的排外機會，以發洩被奴役的苦悶和奪回中國失落的自尊。繼續相信中國最需要的還是監獄一樣的穩定，繼續相信中國文化優越無比，繼續以身為中國人為無上光榮，繼續相信中國人不管有沒有能力治國，但統治面積還是越大越好。比如中國官民日夜揚言要解放台灣和釣魚島等等。優甚者，他們繼續越來越相信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10億公儀任其壓榨，中國國內的大問題幾乎每一個都嚴重的足以令中國陷於萬劫不復的深淵。他憑什麼問鼎世界盟主呢？當然，我不是說中共或中國就會走向崩潰。正如我以前引用費孝通的觀察那樣，中國這樣的社會只會慢性癱瘓而難以崩潰的。中國社會有其極其深厚的爛活文化，人人都是有潛質忍受大苦大難、大侮辱的苟活專家。魯迅就說過，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记性壞的适者生存，還能欣然活着，暂得投生，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們已經越來越看清楚，中國人心目中所謂世界盟主，無非是憑借其經濟威力，而其經濟威力說穿了，無非是通過統治集團牢牢控制着全中國超過10億的勞動人口，將這10億人當作公蟻一樣的呼之則來，任其壓榨。中國大陸於1982年頒布的憲法中已經刪去了工人有罷工權利的字眼，理由是我們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会主義國家，在通常情況下，勞動者不需要採取罷工的手段，所以不把罷工列為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之一。全國工廠均需成立由黨控制的工會，目的當然是確保工人不會引進及行使自由國家勞工所享有的權利。中國官商乘着世界進一步走向經濟全球化的時機，就牽着這10億只公蟻，像海嘯一樣掃蕩全球。文明國家講人權，雇員開支不能太低，生產也要顧及環境生態，這些都是開支。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勞聯產聯已經指出，中國政府對勞工的剝削已經嚴重扭曲了全球的勞工市場。要不是中國鎮壓工人權利，美國國內製造業職位和工資所受打擊會大為減少。至於其他窮國也不容易與中國匹敵，原因是在這地球上也不容易找到一個像中國那樣集奴性、卑怯、陰險、愛財、自私於一身的窮民族。中國以這樣原始野蠻的管制模式稱霸於世，對這個世界的文明發展又有什麼意義呢？典型的中國人當然不會同意中国是原始野蠻的，就如同精神病人沒有幾個是會自認為是精神病人那樣，這點也是常識。而且他們肯定會反問，現在的世界盟主美國不野蠻嗎？可憐的中國人，為什麼總要以美國的一言一行作為自己行事的最高標準呢？放眼全球稍微文明的國家，除了中國之外，你何曾見過一個國家會事事以美國做這做那惡事來證明自己也有權虐殺國民或胡作非為？怎麼那麼討厭的呢？某社會名流奸淫擄掠，難道我們就有理由奸淫擄掠嗎？中國人將孔子捧上天，為什麼所作所為總是跟他所教誨的見賢思齊背道而馳呢？舉國皆奴，難忘救國。許多人認為解決中國這些老大難問題，發展教育就是不二法門，卻素來極少中國人指出，共產黨，特別是有中國特色的共產黨控制下的教育，其重點只是洗腦，而不是培養國民獨立思考或監督政府施政。可以說，中共控制下的教育目的主要是方便讓民眾接受政府的命令，認同當政者的意識形態，
縱容或原諒當政者的惡行。概言之，都是為培養奴才而設的教育，就如中國的工會是為壓榨工人的利益而設的那樣顛倒。所以從這角度看，在中共控制下，有能力上學也不一定是值得慶幸的事。陆九淵說的雖不識一字，亦能堂堂正正做個人，也是意境全出矣。那麼什麼比教育更加重要呢？當然是政治，是正題。因為控制學校課程、調拨教育資源的並不是教育專家，而是最高政治領導。教育部門至多是統治者的工具。更實際的情況是，政治責任當然，統治者無法無天。即使當局真的有心想花錢搞好教育，教育經費也會是由於官场腐敗而被侵吞，希望工程也會變成期望工程。將一切管制問題的根源非政治化，本身就是極其政治化的舉動。築堤修壩偷工減料導致水災，請全國之力在奧運摘金而無視民眾健康和運動設施普及，斥千億送人上天而要啟靈於希望工程來振興教育，高幹子弟個個家財億萬而無數人均收入不過數百數千，難道不是與腐敗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嗎？即使從簡單的人性看，如果一個政治制度只是待民眾如牛馬，視民命如草芥，以剝削奴役、草菅人命為己任，擔心監獄而不是民防的穩固，那麼也休想這些牛馬不如的奴才會有公德精神，不濫伐、不濫墾、不濫採，愛護長江、黃河、淮河、麗江、洞庭湖，或響應統治者任何的救亡呼籲。畢竟奴才的天職只是依法拍馬屁、蝇營狗苟，救國救民的大任叫奴才太沉重了。原載於2005年4月《開放》雜誌。